叶晨叫史蒂夫过来，也是顺手把他绑在自己的船上。这哥们虽然不太厚道，但毕竟是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2号人物，适当拉拢也并非坏事。更何况，只要他今天坐在这里，跟自己和周良运把酒言欢，那他就算是彻底被拉下水了。他老子要是知道他跟叶长英的儿子，以及将4方宝状从罗斯柴尔德家族拿走的周彼得一起吃饭喝酒，说不好真要拿枪崩了这个逆子。而他虽然一时半会很难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继承人，但利用价值依旧很高。叶晨让海伦娜场面拿捏他的父亲霍华德，自己再亲自把他拿捏住，以后再去美国，恐怕就跟回自己家没什么两样了。于是叶晨看着史蒂夫，微笑道：“你有这个态度，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”言罢，他端起酒杯来，笑道：“来吧，史蒂夫，为了咱们3个的友谊，干一杯。”史蒂夫豁出去了，端起酒杯来，爽快地说道：“为友谊干杯！”53度的烈酒让史蒂夫多少有些难以招架。他抿了一口之后，不禁吸溜着凉气，感慨道：“哎呀，这酒是真的了，像年轻时搞派对喝的伏特加。只可惜我的保健医生早就不建议我喝高度酒了，就连罗曼尼康帝那种红酒也要限量饮用，说是每天不得超过1盎司。”说罢，他不由感慨，年纪大了，战斗力也不行了，就连喝酒都差了些意思。以前我们喝伏特加，度数比这还要高，根本不会怕的。现在不行了，身体各种小毛病、慢性病，保健医生给的各种注意事项，恨不得比牛津词典还要厚。叶晨打量了一番史蒂夫，笑着说道：“人吗？30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，每一项身体机能都会不断下滑，到50多岁肯定难免会有很多问题，但只要没有致命的疾病，一般也就像一辆老爷车，虽然毛病多，但还能开。”史蒂夫看着酒杯，失神感叹：“人到了这个阶段就会感觉很辛苦，就像您说的那样，逐渐老化成了一辆毛病很多的老爷车。就算有再多的钱，也还是没法改变这个现实。我其实有很多老爷车，因为有最好的团队为我保养，所以能让他们看起来跟几10年前没什么区别。但他们其实很脆弱，一部分已经没办法驾驶，只能静态展示，能驾驶的那部分也很难支撑正常强度的使用。”说到这里，史蒂夫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其实人还不如老爷车，老爷车可以肆意更换零配件，如果舍得下功夫，甚至可以让尘封几10年的生产线重新运作，生产出全新的替代部件。但人不行，我能买得起最好的房子和床，但再也找不回20岁时的睡眠。我能让最好的厨师从世界各地来给你做山珍海味，却也找不回20岁时的胃口。我的酒窖里摆满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酒，可你的保健医生却让你每天最多喝1盎司。我特地让人帮我算了算，如果每天只能喝1盎司，喝光我现在所有的藏酒，需要6800多年。”叶晨见他面露忧伤，便笑着问他：“这么说来，你现在应该理解你父亲的一些决定了？”史蒂夫微微一愣，随后苦笑道：“理解？怎么能不理解？如果能让我找回几年前的状态，我也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做出很大的牺牲。远了不说，就说5年前，5年前我每天能睡8个小时，慢跑5英里，夜夜笙歌。现在我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，跑步已经停了1年半，那方面也越来越寡淡无味。”说着，史蒂夫轻叹一声，继续道：“我才50多岁，都无比怀念青春。如果我到了我父亲的年纪，对生命和健康恐怕只会更加看重。”叶晨笑着说道：“你老觉得我坑你，但实际上，我也算是间接帮你确定了第1继承人的位子。据我所知，在这之前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真正确定下一任继承人究竟是谁吧？”史蒂夫讪笑道：“您说的对，我现在是第1继承人了，但是我父亲有您提供的丹药，说不定他比我活得还长。”叶晨道：“史蒂夫，既然大家能坐在一起把酒言欢，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。对我而言，
你和你父亲谁活得更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能和我达成更好的合作。现阶段来说，你父亲的诚意要比你高得多，所以我才让海伦娜给他提供丹药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最近在北欧忙什么？知道一点，史蒂夫说道，好像是在搞什么数据中心。叶晨点点头，道，我让海伦娜给了他一个新的 offer， 只要他能在北欧为我搭建起一套 AI 模型，我就再给他提供一次丹药，到时候他的身体状态会更上一层楼。如果他将来能够一直配合我的要求，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，你们两个人会拥有相同的生理年龄。史蒂夫心里郁闷极了，看来父亲这是已经通过海伦娜抱上了叶晨的大腿。以后叶晨想让他甚至整个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什么，只需要拿出丹药，并且让海伦娜传话，就能得到老爷子的积极响应。如此一来，自己这个继承人可能真要当到死了。内心有些绝望的他端起酒杯来，自己一口气将剩下的大半杯全部喝光，随后看向叶晨，恭敬地说道，叶先生，以前我确实有些口是心非，但我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我求您给我指一条明路。如果我还有机会，我一定加倍努力；如果我没有机会，那我这次回去之后就彻底躺平，不做他想了。史蒂夫心里很清楚，一旦父亲的寿命不断延长，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未来的下一任继承人就与自己越来越远。要是等父亲100岁的时候再交棒，自己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。到那个时候，老爷子为了家族的发展，也一定会绕过自己，让自己的儿子来继任。让自己儿子继任还是好的，万一他让比自己年纪小一些的弟弟继任，那真是彻底完蛋了。因为到那时，自己这一脉就注定要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外戚，逐步被边缘化。所以他现在愿意为叶晨做牛做马来换一个机会，但这一切都要看叶晨愿不愿给自己这个机会了。叶晨此时微笑说道，费家的情况你了解吗？史蒂夫道，了解一些。叶晨问他，你知道费家老爷子和你父亲一样，明明身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，为什么还愿意把家主之位传给费可欣吗？史蒂夫摇了摇头，试探性地问道，是不是他钟爱这个孙女？叶晨摆摆手，你父亲难道就不钟爱你这个长子吗？钟爱你，未必就一定要传位给你。他给你花不完的钱，给你这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条件、物质基础，不也是钟爱你的表现吗？史蒂夫捕捉到了一些不寻常，连忙问他，叶先生，还请您替我解解惑。叶晨道，费老爷子之所以愿意传位给费可欣，是因为我让他长寿的条件，就是他要让位给他的孙女。不让位，我就不会给他丹药，就算他出再多的钱，我也不会给。说着，叶晨看向史蒂夫，认真道，如果哪天你让我感觉你更可靠，我也会把你父亲长寿的机会和你捆绑在一起。你试想一下，如果哪天你父亲只能通过你来获取丹药，你让他把族长的位子给你，他会拒绝吗？史蒂夫眼睛一亮，开口道，如果权力和生命都能选，他一定会选择通吃，但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他一定会选择后者。说罢，他立刻激动地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您要如何才能助我如愿以偿？叶晨笑道，史蒂夫，坚不可摧的友谊是需要时间来锤炼和验证的，不过你也不用害怕时间，如果我能让你长命100岁，你就算60岁继位，也依旧有40年时间。如果我能让你活到120岁，那你60岁继位时才正值壮年。史蒂夫丝毫不怀疑叶晨的话，他的丹药十分神奇，让人活到120岁肯定不在话下。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那自己就必须全力争取他的帮助，否则的话，一旦活到120的人是自己的父亲，那自己真的就永无出头之日了。想到这，他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叶先生，我这次回去复命之后，就跟我父亲申请一下，以后由我来负责家族在亚太地区的业务，到时候我会加大家族在金陵的投资，
与您一起把金陵建设得更大更好。以后金陵就是我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的第二故乡。那样一来，我也能经常到金陵与您把酒言欢。不知道您欢不欢迎？”叶晨点头笑道：“你愿意来金陵投资发展，我当然十分欢迎。”史蒂夫立刻说道：“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您等我的好消息。等我下次再来金陵的那一天，一定会创下金陵有史以来外资投资的最高纪录。”